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当西方正在为乌克兰培训重型坦克的官兵的时候，同时呢，比利时也在为乌克兰培训就是水下的无人潜航器的人员。因为在2022年的年底啊，就是比利时呢向乌克兰提供了10部这种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的下潜深度可以达到300米，并且呢可以在水下自如的就操纵它的这个机械臂。这种机械臂有5种功能，然后呢在水下可以侦察监视或者是布放一些物品。那么俄罗斯已经注意到这个情况，他说呢下一步就是这个比利时培训的这些乌克兰官兵可能使用比利时提供的这些无人潜航器对黑海舰队它的港口进行布雷，或者是呢在相关的海域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这些舰艇进行相关的监视，然后也可以给就是岸上的这些导弹提供数据，可能会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构成巨大的这种威胁。而在与此同时就是比利时在培训乌克兰的这些海军的官兵或者相关的这些官兵的时候呢，在2月10号说呢，这个俄罗斯的无人的水面的一个小艇撞了一座大桥，这座大桥呢是这个连接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在这个区域里边的公路铁路两用桥。为什么这个桥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通往罗马尼亚这个方向的铁路的主要的桥梁。说西方的武器装备呢很多是从就是这个铁路桥上输送到乌克兰的南部地区的。那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扎托卡大桥也就是说这个俄罗斯用无人的小艇载着炸药好像是撞向了桥墩，那么这个桥的受损的状况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到起码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而在就是2022年的10月份，这个乌克兰呢曾经也用就是这种无人的小艇大约是7艘袭击了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这个军港，而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所以现在在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也用这种无人的小艇来攻击对方的目标。虽然俄罗斯并没有明确的说这次袭击就是他的所为，但是呢就是其他的舆论或者是猜测都指向了俄罗斯。也就是说过去俄罗斯只用有人的舰艇来争夺制海权或者来控制黑海的这个制海权，而现在他也采用无人的艇来反制对方。所以在下一阶段呢，我们可能看到就是西方既然比利时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无人的潜航器，那么美国还有英国等等一些国家都有这种先进的潜航器，因为小型的、中型的、大型他们都有，可能会根据就是乌克兰战场的需要或者是乌克兰的这种请求，适当的向乌克兰进行提供，因为这样可以给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构成巨大的威胁。因为它可以布雷，把这个黑海舰队呢整个封锁在港口里边，或者是说呢你在航行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可能触雷，而且这个无人潜航器来无影去无踪，你是很难防范的所以下一步呢就是在地面交战的这种情况下，水下可能双方也要展开剧烈的争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